我2年半给公司赚了3000万，老板却嫌我18000的工资太高，要我自愿降到6800，而且还让我无偿加班。我不同意，他们便将我强行辞退，理由竟是说我无故旷工，1分钱都不想赔偿给我。就在此时，我觉醒了最强维权系统。最强系统激活中。因为现在的人都觉得维权太麻烦，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讨好，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，当权益受到侵犯时，选择与现实妥协。然而这个世界需要一些不怕麻烦的人站出来，请宿主选择是否绑定系统。本以为自己是个屌丝，原来我也是天选之子，厉害了！我的系统绑定。绑定成功。系统说明：一、本系统带有虚拟账户，用于维护权益中的花费，不可提现。2、系统会随即触发任务，完成任务会有奖励。3、系统最终解释权归本系统所有。系统虚拟账户余额100万。检测到宿主正在被人侵犯合法权益，现赠送宿主隐形摄像头，以宿主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拍摄，可将录像自动转到手机保存。请宿主选择下列选项： 1、公司遇到困难了，我们应该理解一下，支持公司的决定，共度难关。2、选择忍受一切，重新找一份工作。3、坚决不降薪，维护自身权益，从我做起。那还用说，选3。任务已激活，拒绝申请降薪，维护自身权益，任务完成度0%。才0%啊，估计要维权结束后才能到达100%吧。检测到宿主没有律师，系统派送一位本市最强律师，现已将手机号码发往宿主手机。哈哈，效率真快，不愧为最强维权系统。小陆，你申请不交，工作也不积极，大家都在加班，就你一个人先走。我看你不想与公司共度难关，明天你不用来了。说话的此人正是陆远的顶头上司汪主管。开除我可以啊，辞退通知和离职证明拿出来，再把补偿金发给我，我保证立马就走。周围的同事都惊呆了，平时陆远性格比较柔弱，没想到这时候这么刚。好，你要走流程是吧？这是你的辞退通知和离职证明，赶紧走人吧。汪主管得意洋洋，显然一切都提前准备好了。陆远拿起来一看，瞬间气笑了，只见上面写着无故旷工，无法胜任该职位等等，显然是不打算给他经济补偿金了。汪主管，你们这是糊弄谁呢？什么叫无故旷工？我上下班可都是按时打了卡的。还有啊，按照法律规定，我的经济补偿金应该是3+1，怎么着，这个也不打算给了？哼，别人都在加班，就你一个人先走，你不旷工谁旷工？至于补偿法律规定的经济补偿，你找法律要去呗，不要跟我讲劳动法，现在谁还遵守劳动法？这辞退通知和离职证明已经给你了，从法律层面上来讲，你已经不属于本公司了，请你马上离开，不然我可叫保安了。汪主管，你这副嘴脸真让人恶心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仲裁见吧。你要走劳动仲裁啊？我可提醒你要想清楚，如果你不怕留下案底影响以后找工作的话，尽管去。再说了，你一个人怎么跟公司专业的法务团队斗啊？我可真是为你担心啊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陆远没有理会他，抱着个人物品便离开了公司。出了门，陆远便掏出了手机，给那位律师打去了电话。你好，请问是甄言甄律师吗？是我，你是哪位？我是陆远，想请甄律师帮我维权。是陆先生啊，你是我们律师所的 VIP 客户，我会全力协助您的。哦。随即陆远便将事情经过简略的跟他说了一遍。居然还有这种事情，陆先生，您手里有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，比如上班打卡记录之类的，或者其他的东西？打卡记录我自然是有的，而且我有视频，将他们辞退我的经过也记录了下来。干得漂亮！这样吧，我们下午约个时间见面，到时候再详谈。随即两人便商定了见面时间和地点。上午回到家，陆远闲来无事，便将自己的经历和相关材料做成一个3分钟的视频，打开小破站，登录账户，上传视频，一气呵成。标题是关于我不降薪被公司辞退这件事。忙完这一切便躺床上睡觉去了，只是他不知道，视频上传没多久便在网站上炸了锅。看完视频的广大网友纷纷吐槽，无语，没想到还有这种公司，真是长见识了。自愿降薪，谁会嫌自己赚得多？反正我不会。辞退就辞退，连补偿金都不给，
这是人能干出的事情吗？支持博主坚决维权。等下午陆远醒来时，看到视频播放量居然已经达到了100万，自己也是吓了一跳。真是离谱他妈，给离谱开门啊！坐在陆远对面的是一名美女律师，穿着职业装，脸上化着淡妆，显得干净利落。你好，陆先生，我是新月妍梅律师事务所的，我叫真妍，您把事情的详细经过再复述一遍吧。随即陆远便将事情经过给真妍讲了一遍，并把视频也给他看了一遍。好的，陆先生，这件案子比较简单，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吧，帮你满意。不过陆先生，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，我收费可是很贵的。没关系，多贵我都付得起，只要你能让我满意。开玩笑，系统账户里面有100万，我会付不起律师费，可惜了就是不能提现。真妍的动作很快，在收集完材料之后，马上到仲裁委发起了申请。另一边的公司里，汪主管正在头疼。自从陆远走后，公司的程序不断的出现问题。平时陆远在时，很快就能搞定，如今其他几个入职不到半年的新员工，捣鼓半天也解决不了。汪主管，董事长有事找您，让您现在过去一趟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这就过去。哼，汪主管，你是怎么办事的？怎么手下的员工要跟我们打官司啊？只见桌子上摆放着几张材料，正是仲裁委员会的通知，上面赫然写着陆远的名字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有胆子跟我们打官司呢？他不敢，仲裁委员会的通知都已经送到了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。说说看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既然他想打官司，那我们就陪着他打，仲裁1审2审，输了也没关系，然后强制执行再拖着，不服再上诉，就算赔钱也要给他留个案底，耗他个1年半载，如若不然，以后辞退的员工也有样学样，那还了得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给我处理好。好的，董事长。2天后，陆远收到了甄律师的电话。仲裁结果已经下来了，因为证据链完整，仲裁1审已经赢了，但是对方不服，现在2审准备提上日程。不过您放心，这是稳赢的局。嘿嘿嘿，交给你我放心。啰嗦了几句，双方便挂掉了电话。陆远刚准备出门，手机突然响了。陆远一看，居然是汪主管打来的。喂，小陆嘛？哦，原来是小汪，你有什么事吗？电话这头的汪主管明显被这声小汪惊住了，愣了有5秒钟才回话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你之前负责的程序出了问题，你回来一趟修复一下吧。小汪呀，程序出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已经被你们辞退了呀。小陆，我这可是为你好，程序出了问题，你是有责任的，你得免费回来帮我们改，不然公司是要追究你的责任的。好一个为我好，还有那大帽子扣扣，真是张嘴就来啊。那肯定不行啊，小汪，仲裁还在走呢，我为什么要回去帮你们？而且还是免费的。哼，小陆，不是我说你，公司栽培了你那么久，你回来处理一下怎么了？年轻人要学会感恩。小汪，不是我说你啊，我在你们那工作，你们给我发工资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我为你们工作，为公司赚钱，你们怎么不感恩我呢？你要怎么样才肯回来帮忙？如果你们想要我回去帮忙，那也不是不可以，因为我已经不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了，所以得收费。我也不要多，就5000块1个小时吧。什么？你还要收费？你不愿意就算了，我现在忙得很，那就先挂了。哎，先别挂，小陆，不如这样吧，我把补偿金给你，你过来帮个忙，你看怎么样？你们给我补偿金是应该的，小汪，我不和你说了，就5000块1个小时，不行就算了，就这样。如今程序出现严重漏洞，汪主管又解决不了，刚被董事长批评了一顿，再搞不定，他就得提裤子走人了。小李，你进来一下。汪主管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程序维护的怎么样了？还是老样子，问题一个接着一个，靠我一个人根本就解决不完。哼，解决不完是你的能力有问题，以前怎么就没出现这样的情况？那是因为之前都是陆哥在弄，很多代码都是他写的。不要找别的原因，你今晚就给我好好加班，问题没有全部解决掉，不准下班，听到没有？小李疑惑地看着汪主管，我就是加班到底，也处理不完啊！当初就听陆哥吐槽过，主管屁事不干，功劳全收，黑锅全甩给别人，如今这是轮到我了，妈的，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汪主管，
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，一会我就回去写辞呈。我告诉你，这活谁爱干谁干，小爷我不干了。小李，你刚刚说要辞职，我没听错吧？哼，年轻人做事不要太冲动，你不干了有大把人抢着干，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。切，这工作谁爱干谁干，老子不伺候，拜拜了你。说完便转身走了出去，只留下一脸黑线的汪主管。陆远在家正在着手制作第2个视频，等视频发布到网站后，观众们纷纷拍手称快，一时间弹幕漫天飞舞。哈哈哈，离职了，叫小网没毛病。免费帮忙，果然是领导，还想白嫖你呢。官司还在打呢，怎么有脸喊你回去帮忙呢？一些弹幕比视频还精彩，随即陆远打开了系统面板。目前看这个任务已经快要完成了，不知道系统会给什么奖励。喂，老妈，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是有一件大事，就是我们家之前住的老房子要拆迁了，你要不要回来看看？哦，妈，拆迁款多少钱啊？不多，也就差不多300万。妈，我明天就回去。第2天一早，陆远便来到了父母家里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儿子回来了，最近工作怎么样？随即陆远便将工作的事情和父母讲了一遍。这怎么搞的？你和公司打官司能赢吗？放心吧，爸，我请了一个很厉害的律师，没问题的。本来还想着你在城里工作，拆迁款准备给你在城里置办一套，现在看来有待商榷。嘿嘿，暂时不用买，等过段时间我就搬回来住。喂，张丽呀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房东啊，我听说你这房子不租给我们家，是因为要拆迁了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是有这回事，我不是已经提前通知你了吗？我们的合同已经到期，不打算出租了，你该不会没搬走吧？好你个房东，我租了10年的房子，拆迁了你居然不告诉我，你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我们在这住了那么久也有感情了，如今拆迁了，我们要一些拆迁款不过分吧？是不是应该分给我们一半啊？我操，这人脑袋该不是有病？哼，我自己的房子拆迁了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用得着跟你说吗？还要我分你一半拆迁款？你脑子没出问题吧？抛开事实不谈，这房子是不是我在住？现在房子要拆迁了，怎么就和我们没关系了？我不和你扯，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下午我去验收过后，会把1个月的押金退还给你，希望我们好聚好散。这个租客要跟我们家分拆迁款，他想钱想疯了吧？下午你和妈一起去看看那房子，我们好歹住了10几年，拆迁前看最后一眼吧。好。老婆，房东不是说下午要来验收吗？我们先不搬走，就在这等着，到时候跟他好好说道，先把拆迁费分到手。对，一定要跟房东讨个说法，不能白白便宜了他。没错，真没想到天上掉馅饼，还能落在咱们头上。老公，等钱收到，咱们就可以买房子了。要学区房还是景观房啊？我看学区房不错，咱儿子也快高中毕业了，刚好可以为将来的孙子做准备。对对对。哎呦，房东你可算是来了，我们可是等你好长时间了。你们为什么还没把东西搬走？是这样的，我老婆不是跟你说了拆迁款的事情了，这钱得分我们一半，钱拿到手，我们自然就走了。哼，我妈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房子是我家的，拆迁款自然也是我家的，你们只是租户，这钱跟你们没什么关系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们在这住了10年，也给你们家交了几十万的房租，怎么拆迁款就跟我们没关系了？对，你们要是不给我们，我们也就不搬了，继续在这住着，我看谁能耗得过谁。听着张丽两口子神一般的逻辑，陆远两人也是呆愣到当场。儿子，我看咱们还是报警吧。你吓唬谁呢？还想报警？我看看叔叔来了是帮你还是帮我们？真是的，我还不信没地方说理去了。陆远不知道他是不懂法还是在装傻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他直接拿出手机打电话报了警。1号楼2单元602，是你们这里报的警吧？陆远是哪位？叔叔同志，我就是陆远。随即陆远便将事情和叔叔同志讲了一遍。叔叔听完，转过头诧异的看着张丽两口子，眼里满是不解。说实话，他当民警这么多年，
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没见过，但是唯独没遇过这么奇葩的事情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吗？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？叔叔同志，你可得给我评评理，这房子我们租了10年，他拆迁款居然不分我们，太气人了。哼，关于你们想要分取拆迁款的事呢，这要求是不合理的。这房子产权是谁的，拆迁补偿款就是给谁的，希望你们能明白。叔叔同志，那楼下商铺拆迁了，租客还有补偿款呢。我租这房子拆迁了，怎么就不能分拆迁款？这做人得讲道理，对不对？你租的又不是店铺，搬迁又没什么损失，而且人家几个月之前就和你说过，合同到期后不再出租，又不是突然叫你搬走，对方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，请你们尽快搬走。不可能，你们是不是收了他的好处费，故意这样说的？这位同志，我们是秉公执法，不会收取任何人好处的。另外，你们如果对拆迁款有异议，可以向法院进行诉讼解决。切，陆先生，我们针对这件事情只能做调解，如果对方还继续无理取闹，我们也建议你们走法律途径。麻烦你们了，妈，咱们先回去吧，反正房子过几天就要拆了，他们有本事就继续在里面待着。随即一行人便都出了门。老婆，咱们怎么办？如果打官司还要请律师，要付律师费啊。不行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去他家闹，不同意我就去他单位闹，我就不信天底下没有讲理的地方了。对，还是老婆你聪明，这个办法好。陆远他们还在感慨这一家租客的无理取闹，只听门外传来的敲门声。陆远去开了门，见门外站的是张丽，还没说话，张丽直接一个身影用力挤了进来。喂，我还没请你进来呢，你这行为属于私闯民宅。切，别着急，我是来送钥匙的。两口子见对方是来送钥匙的，不由得松了口气。该把押金退给我了吧？还有啊，那房子的拆迁款也应该有我们家一半，你们赶紧的顺便转给我，免得我们闹上法庭。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？警察也说了，你这要求是不合理的，你是不明白还是故意装糊涂？准备赖上我们家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把钱分我们家一半，我今天就赖在这不走了。看着他滔滔不绝的说个不停，陆远一家也是血压飙升。我还是报警处理吧。说着，陆远便掏出来手机，看到他准备报警，张金花更气了，正好瞥见了桌上的水果刀，一把上前抓到了手里。报警！我跟你说，你们今天要不把拆迁款分给我，我就嘎在这里，报警也没用。啊，妹子，你冷静冷静，有话好好说，先把刀放下，一会磕着伤着就不好了。谁知道张丽根本不听，反而激动的一边挥舞着水果刀，一边大喊转钱。检测到宿主权益正在受到侵害，系统任务激活。1. 不要管他，直接报警，让警察来主持公道。2. 直接动手制服他，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是正义之权。3. 先给他转账送他离开，然后反手报警，把他给送进去。哼，我选3。任务已激活，任务完成度0%。爸妈，你们快把钱转给他吧，我害怕。只见陆远战战巍巍，显然像是受到了惊吓。陆远母亲马上心疼的不行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别怕，妈这就给他转账，这就让他走。张丽面色一喜，庆幸自己办法管用了。陆远母亲急忙掏出手机一顿操作，向张丽转去了150万。哇哦！哈哈哈，早转给我哪还有这么多事？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现在就走。见对方已经走远，陆远急忙掏出手机，拨通了叔叔电话。喂，叔叔同志吗？我要报警。刚刚有个女人突然闯进我家，强迫我家人给她转了150万。儿子，你没事啊？你刚刚可吓死妈了。我没事妈，刚刚我是故意的。我记得咱家大厅是有视频监控吧？赶紧调出来，一会叔叔同志要看的。好。没过多久，警察就到了。你好，我是吴忠明，是新城区分局的刑警。你好，吴警官。陆远将事情绘声绘色的讲了一遍，并将大厅监控给叔叔同志看了一遍。从张丽闯门而入，再到收到钱扬长而去，全程无剪辑。叔叔同志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他当时还拿着水果刀啊，这应该算是持刀入室抢劫吧？罪犯张丽入室抢劫属实，持刀虽未伤人，但是也是事实。我们会马上立案进行抓捕，后续有结果会及时通知你们。那就麻烦警察同志了，动作一定要快啊！虽然说他不可能那么快就把钱花出去，但凡事都有个万一。放心吧，
我们马上通知总部行动，钱也很快就能追回来，务必将你们的损失降到最小。送走叔叔后，陆远打开了任务面板。这系统磨磨唧唧的，搞这个完成度简直是急死人，就不能痛快些？儿子，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，钱应该能追回来吧？肯定能追回来，他刚出门咱就报警了，哪能花那么快？另一边回到家的张丽正沉浸在喜悦当中，两口子正在商议买哪里的房子，顺便买个车。你就是张丽吧？是呀，叔叔同志，你们有什么事吗？我叫吴忠明，是新城区分局的刑警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因涉嫌入室抢劫罪，且涉事金额特别巨大，经过批准，警方将对你进行刑事拘留。不可能啊，叔叔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没有做这种事啊。是啊，叔叔同志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哼，我问你，你今天是不是去了房东家，然后逼他转了150万到你的银行账号上？那是房东分给我们家的拆迁款，叔叔同志，这一定是个误会，我没有抢劫啊。哼，有什么话回局里说吧，带走。叔叔同志，你们就这样直接把我老婆带走了，你们必须给我个说法啊！我们现在对张丽进行刑事拘留调查，建议你这边抓紧找个律师，好好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吧。第二天一早，陆远就收到叔叔的通知，钱已经追回来了，人也已经关押了，剩下的就是立案侦查、向法院提请诉讼等等。总之就是在家等着。陆远也没闲着，当天就定做了一面锦旗，给警方送了过去。你好，介绍一下，我是律所的职业律师周明远，请问你是要咨询还是要委托诉讼？张丽的老公陈志生被问得一脸懵逼，一副我是谁我在哪的样子。那你就先说说来律所是因为什么事吧。陈志生便将事情简单的讲了一遍。周明远敏锐的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分拆迁款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但重点是房子不是他的，他去房东家找人家分拆迁款。抛开入室抢劫先不谈，我想知道你们分了多少拆迁款？150万。你知道你老婆是怎么从房东手里拿到钱的吗？陈志生又将要钱的过程讲了一遍。当听到他拿起水果刀，周律师瞬间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这是明抢，还持刀威胁啊！好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房子不是你们的，按照法律规定，你们是无权分的拆迁款的。还有啊，你老婆需要钱还拿刀，这已经构成入室持刀抢劫了。我现在只能尽力帮你老婆，争取少坐点牢吧。什么？还要坐牢啊？对，抢劫数额巨大，肯定是要判刑的。周律师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啊！为今之计，最重要的还是争取当事人的谅解。有了谅解书，接下来减刑也有帮助。这样吧，你把当事人的电话给我，我和他谈谈。你好，哪位？你好，陆先生，我是张丽的代理律师周明远。关于张丽入室抢劫的这个案子，我想和您谈谈。周律师是吧？我觉得这案子没什么好谈的，一切等待法院判决吧。您先别急着拒绝，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。我方当事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愿意为此做出补偿，希望你能出具谅解书，您看怎么样？我看不怎么样，谅解书是不可能出具的，你还是从其他方面入手，好好想想怎么才能让他少判点吧。不是，你这小伙子怎么能这样？我都亲自道歉了，你怎么就不能原谅我们了？你就非得看着我老婆坐牢才开心是吧？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为什么这么恶毒？再说了，不就是拿了你家的钱吗？我把钱还给你们就是了。周律师，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就先挂了。谅解书我是不会出具的。周律师，你怎么一直在旁边看着，也不说说他？挂了电话的陆远便登录了小破站，将新视频发了上去。结果视频一发布，引来了众多老粉评论发弹。好家伙，照他这么说，我在工厂拧螺丝10年了，这工厂有我一半，各位没意见吧？我没意见，我钱存银行10多年了，银行的钱也应该分我一半。上一个视频还没结果呢，狗作者居然又开了一个新坑，简直不当人。毕竟维权打官司这件事，它是需要时间的，总不能你今天上诉，明天就出结果。评论区俨然已经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，活跃着各种沙雕的评论。接下来一个星期，陆远没事基本就宅在家里，无所事事。直到今天，美女律师真言打来了电话。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以前公司的法务想要跟你调解，想和你谈谈。
你看怎么样？公司那边愿意接受我的条件了？没错，他们愿意赔偿你的经济补偿金，并且承担你的诉讼费和律师费。不过想和你当面谈谈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约个时间吧，我过去一趟。好的，陆先生。陆先生，您看钱到账了吗？到了，既然已经赔偿了，那我这边也会撤诉的。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，陆先生，我还有个请求，想请您继续回去任职。还是算了吧，我这个人闲散惯了，不适合去你们公司工作了。我知道陆先生和汪主管有矛盾，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汪主管已经被开除了。原来，自从陆远和小李陆续辞职后，公司的整个程序就彻底瘫痪了。汪主管不但被当场辞，而且公司还起诉他，让他赔偿失职，给公司带来的重大损失。不过陆远还是回绝了对方的请求，因为带有系统的人不配上班。回到家的陆远迫不及待地打开系统面板，检测到任务已完成，宿主是否领取奖励？领取。奖励宿主星月时代花园小区住宅1套，现已发放。虽然不是别墅那种级别，但也是陆远所在市区非常高端的小区了。陆远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系统奖励的房子这，正打算掏出钥匙，却听到房间内传出了电视声。难道走错了？606房间是这里啊？陆远想了想，还是选择了敲门。你找谁？你好，我是陆远，这里是1号楼606户吧？对啊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那就没错了，我是这套房子户主，请问你为什么会住进我的房子里？这房子是我租的呀，不是你委托物业租给我的吗？物业租给你的？对呀，我都租了快4年了。陆远思考了一下就明白过来了，这是系统给他找任务做的。现在事情基本已经清楚了，物业再没经过我的同意下，私自把房子租给了你。怎么可能？物业能这么操作？可不可能，我们找物业问一下就可以了。两人随即决定一起去找物业问个明白。你好，请问林继富、林经理在吗？你们是谁？找林经理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是小区1号楼606的户主，我想问问，为什么我自己的房子被你们物业给租出去了？你说你是业主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是业主吗？办个事还得先证明自己的身份，真是离谱。随即陆远将房产证递了过去。你晚点再过来吧，林经理不在，他出去办事去了。那你们物业的这个王福生、王经理呢？真是不好意思，王经理也不在，他也出去办事了。什么出去办事去了？这明显就是在敷衍我。那你把你们经理的电话给我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说不在还能推诿一下，不给电话那就太明显了。物业只能不情愿地将电话报给了陆远。你好，哪位？你好，你是林继富吧？这里有你的快递，你现在在物业吗？我在。东西看着挺贵重的，你还是下来签收一下吧。知道了，等着。你不是说不在吗？你就是这么糊弄我们业主的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什么快递啊？还得本人签收。你就是林继富？对，什么贵重的快递？让我看看。林经理，想找你还真不简单啊！我是1号楼606的业主，我叫陆远。请问你们物业为什么擅自将我的房子给租出去？你不是送快递的？陆先生，你这个房子被租出去，我们物业也是为您考虑，毕竟房子那么久没人住的话，人气就散了，对房子不太好。我们这也算是无因管理了。林经理，说什么为我好就不必了，这件事你们物业打算怎么办？这事简单了，我们物业这边先跟唐先生解除合同，唐先生搬出去后，您就可以住进来了。你们物业就不打算赔偿我的损失？陆先生，您说笑了，什么赔偿不赔偿的，你又没什么损失，相反，我们物业还为你的房子添了不少人气呢。林经理，我看你才是在说笑吧？你们未经我允许，将我的房子租出去了4年，先不说你们收了多少租金，就我那房子的装修和家具的折旧损失，你们也不打算处理？陆先生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们物业对你的房子进行无因管理，也是费心费力的，租金就当是管理费了。至于你说的装修和家具折旧，那就更说不通了。时间过去了5年，变旧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们不但不用负责，我还得好好谢谢你们了。陆先生，
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既然这样，我只能走法律的途径。陆先生，既然你想走法律途径，我们也不会拦着。不过我可要提醒你，我们可是天天都在一个小区里，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闹得不愉快以后可不好相处。检测到宿主权益受到侵犯，现提供3个选项供宿主选择：一，都是一个小区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就这么算了吧；二，和他大吵一架，让大家来评评理；三，走法律途径讨回公道，让他赔偿所有损失。选3。任务已激活。林经理，我记住你说的话了，那咱们就法院见吧。唐先生，你这边尽快把房子腾一下，过后我们会把押金退给你。出了门的陆远便掏出手机给甄妍打去了电话，约定好了见面地点。见了面后，陆远便将事情给甄律师讲了一遍。甄律师，你看这事，我向物业索取什么赔偿是合理合法的？这是简单了，你的房子被物业出租了4年，让他按照房子的租金赔偿就好了。另外，你还可以起诉物业，这种行为已经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了。物业侵犯了你权益，装修家具的损耗也得让他们进行赔偿。而且物业管理不到位，你还可以要求他们退还物业管理费。至于无因管理，物业行为既没有让你免受损失，也没有使你因此受益，所以根本就不成立。这个就叫专业。甄律师，这件事就麻烦你了，请务必让物业赔偿我的一切损失。没问题，陆先生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好，我是星光区法院的司法警察。因为你们物业私自出租业主陆先生的房子，并且拒绝对此作出赔偿，因此对方已将贵物业公司起诉至星光区法院。现在此事已经立案，这是起诉状副本，请您在回执这里签字确认。林经理直接愣住了，没想到陆远居然真的去起诉了。送走法警后，林继富立马拨通了王总经理的电话。喂，王哥，之前的那一套不管用了，那个业主去法院起诉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哼，起诉了又怎么样？他一个业主怎么和我们物业斗？咱们不定时的给他停水停电，过不了几天他就得撤诉妥协了。对对对，还是王哥厉害。行了，这些小事你自己看着办。之前的租客动作很快，第二天便收拾完东西走人了。当晚陆远就搬了进来，收拾完之后，刚打开电脑准备把新视频上传上。怎么回事啊？大晚上的停电。陆远拿出手机，在业主群里问了下。别的业主都表示家里没停电，只有陆远自己家停电了。想了想，陆远拿起手机准备给物业打电话。看来只是简单的电力故障。陆远也就没当回事，哪知刚过晚上12点，电又停了。陆远掏出手机打给了物业，但这个点了物业也没人接听。就这样过去了一夜，陆远又经历了好几次停电，直到早上连水都停了。陆远很快就明白过来，是物业那边搞的鬼。随即陆远便拨通了甄律师的电话。甄律师，我一晚上被停了4、5次电，而且一大早谁也给我停了，我怀疑物业故意报复我。没想到物业居然这么干，陆先生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不错不错。挂掉电话后，陆远便出了门。你好，你是星月小区物业负责人吗？对，我是。你哪位？我是星月区交通管理局的，我们收到举报，你们物业在小区内乱画车位，有没有这回事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我不管你知不知道，有的话你们立马整改，我们下午要上门检查。是，好的，领导。妈的，是谁走漏了风声，把我们举报了？你好，哪位？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，我们收到群众举报说你们物业没有向业主展示公共收益，是否属实？领导，这肯定是误会，我们一直都有展示。哼，希望只是个误会，我们会调查清楚，如果情况属实，我们必然会重罚。是，好的，领导。
不对，这肯定是有人在搞我们。你好，我们是星月区消防大队的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小区内有人在消防通道上乱停车，你们这是违法，知不知道？啊，有这事吗？我这边马上去看看。哼，如果有紧急情况耽误了救援，你们承担得起吗？这段时间我们会对你们小区进行不定时检查，一经发现严重处理。好的，领导。最好别让我知道是谁在背后搞鬼。下午回到家后，陆远在业主群里反映了自己房子被物业擅自租出去的事情，很快便引来了众多业主的共鸣。原来有不少业主都是受害者，有的房子被物业擅自租出去了，有的车位被租了出去，时间或多或少，但大部分都是车位的问题。索性陆远就拉了群，同时把甄律师也拉进了群里，劝解大家不要嫌麻烦，他承担所有费用，鼓励大家积极维权。众人一听不用自己掏钱，还能挽回自己的损失，都是踊跃报名。有系统里的维权资金，根本不用我掏钱，赢了官司，我还能变现。物业办公室内，只见之前来过的法警抱着一堆起诉状。你说什么？33份起诉状？没错，说实话，我也是第一次送这么多，你别说，还挺兴奋。林经理接过文件，赫然看到最上面的起诉状，要求物业公开收支项目、维修资金适用明细、公共收益明细，包含业主部分的收益明细，而起诉方正是陆远。妈的，这小子太狠了！我不过是给他停了水电，他居然给我整了30起的起诉状，这简直就是大炮打蚊子，毁灭性打击啊！王哥，出大事了，咱们又被起诉了。哼，小林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就不能稳重一点吗？不是啊，王哥，这次足足有33份起诉状。什么？就是那个陆远拉着我们小区其他的业主，将之前被咱们擅自出租的房子和车位都起诉了，而且我怀疑这2天各部门的检查也是他搞的鬼。混账，这小子是不是疯了？王哥，最主要的是这一份诉状。随即林经理掏出陆远的起诉状，递给了王福生。这些年他们2人从公共收益中获取了不少好处，一旦被发现，后果不堪想象。王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真的要公示那些东西吗？不能公示，你先联系我们公司的法务，让他过来处理其他的案子。下午我们当面去和这小子聊聊，最好能让他撤诉。你好，陆先生，我是物业的总经理王福生，突然冒昧登门拜访，见谅见谅。陆远看着桌子上2人带来的礼物，王经理，你这带来的东西是烟酒吧？我可不碰这东西。没事，陆先生用不上，也可以拿来送人或者送长辈的嘛。无功不受禄，还是说说你们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吧。既然陆先生开口，那我就直说了，那个要求我们物业公示账目的那个案子，陆先生可不可以撤诉？当然，陆先生若是有什么条件或者要求，你尽管提，我们会尽量满足。王经理，向我们业主公开这些账目，这不是你们物业应该做的吗？难道你们里面有鬼，不敢公示？没有，只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公示，现在突然要做，不是也得需要时间来处理吗？还什么没公示过需要时间？我看就是怕狐狸尾巴露馅了。王经理，不用多说了，你还是回去准备一下需要公示的信息吧，我是不会撤诉的。陆先生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，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一下。对，如果你撤诉，不论你有什么要求或者赔偿，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。切，不好意思，王经理，我是不会撤诉的，你们走吧。对了，记得把这些烟酒都拿走，我可要不起。经过这几天群里提供的证据材料，甄律师发现这些收益的账目没有走物业的公账，而是直接转进了林经理的个人账户里面，这是妥妥的职务侵占罪了。两人一拍即合，将证据提交到派出所了。周律师，你看咱们这些案子怎么办啊？周明远看到这一堆厚厚的诉状，也是一阵头大。王经理，我建议你们这边还是私下与业主协商赔偿吧。这次是集体诉讼，证据都比较充分，这种案子咱们没有机会胜诉。王福生和林继富都陷入了沉思，这些年他俩靠着赚得盆满钵满，现在让往外掏，不由得一阵肉疼。王福生一咬牙，行，那这些我们把钱退给他们，但是还有这个陆远的案子，你看能不能不展示？王经理，我查过了，上面所有要求公示的东西都是合理合法的，我们好像没办法拒绝。
你好，你是星月小区物业经理林继富吧？我是叔叔同志，你们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们是星光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，现在对你进行刑事传唤，这是传唤通知。听清楚后，王福生整个人都傻掉了。刑事传唤，叔叔同志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我怎么会牵扯到刑事呢？关于你们物业将业主房子和车位出租出去，我们查到所有收入都转到你名下账户里面，你已经涉嫌职务侵占罪了。不是，叔叔同志，你听我狡辩。有什么话跟我们灰局里说吧。等一下，王哥，你得救救我啊！那些钱你也有份啊！叔叔同志，我和他不熟，你们别听他胡说。好你个王福生，你想过河拆桥？叔叔同志，我这有和他的转账记录，而且小区的大部分公共收益都被他侵吞了，所有证据我都保存在手机上了。你胡说！叔叔同志，他诽谤我呀！都带走！半个月后，张丽入室抢劫的案子已经宣判，张丽采取威胁手段抢劫财物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经刑法第263条构成抢劫罪，且金额巨大，罪名成立，最终判罚有期徒刑10年，并处罚金1万元。而王福生和林继富的案子也已经宣判了，两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他人财产罪名成立，且贪污公共收益，金额巨大，最终判罚王福生有期徒刑8年，并处罚金2万元。林继富因认罪态度良好，并提供有效证据，判罚有期徒刑5年，并处罚金8000元。至此2件任务都已完成，陆远迫不及待地打开系统面板，检测到宿主任务已完成，是否领取奖励？领取。任务1，奖励价值300万豪车1辆，并赠送本小区 VVVVVVVIP 车位，车已停在车位。任务2，奖励现金300万，现已转入宿主银行卡。